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啊，建筑师们也经常是跨文化或者是跨界的去进行合作和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怎样新的可能性呢？交流和冲撞会特别有意思。我们工作室最早第一个在国外建成的项目，在奥地利和瑞士交界的一个小村子，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公交站，做了一个全木结构的一个公交站。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村里的人是反对的，不希望有这个外面的建筑师来这里做一个作品。后来这个做完之后，他们村子里人特别喜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文化是可以沟通的，就是大家在探索新的东西的时候，是可以在一种可以交流的这种平台之上。那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跨文化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容易和频繁了。东西方能否交流互鉴，走一条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之路呢？一些很重要的现代建筑师，比如都对我有影响。像刚才说的这种人在里面爬上爬下这种漫游啊，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大家说这科布西埃嘛，对吧？我们称之为叫漫游的建筑。科布西埃它的那个建筑，其实真正的来源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欧洲，也不是法国。它的主要的建筑来源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那些像迷宫一样的小城，比如再加上当时法国的立体派的绘画和雕塑的概念，把非洲的木雕的想法把它结合起来，用现代的混凝土这个材料重新演绎，这个就是科布西埃。历史上，有很多次的这种文化相互的交流和交融的过程哈。比如说，我们也会在欧洲的这个宫廷里看到所谓的中国风的花园啊。那么在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呢，也有外来文化的在建筑方面的一些影响。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哈。英国伦敦的植物园叫秋园，里头就有个中国塔。那你远处一看呢，还真是有点像中国塔，但近处一看呢，就有很多他们的自己的想象以及他那个童话，这个是很有意思。就任何一个文化，一旦碰到一个异物的时候，他第一个呢敞开了胸怀，愿意去拥抱；第二个马上吃进来以后，他又用自己的方式来吃。那同样呢，中国也是这样的。民国风格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把西洋风格通过一种中国的工匠的一种工艺方法。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挺奇怪的，反而是觉得它很新鲜的，而且呢它很有活力。民国的时候有很多房子它就有女儿墙，女儿墙上头的所有的那种装饰构件啊、比例啊什么的，都是用砖头去模仿欧洲这种希腊神庙的。那就是一个用本土文化来同化那个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非常的坦然从容，反而呢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风气。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啊，建筑师们也经常是跨文化或者是跨界的去进行合作和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怎样新的可能性呢？交流和冲撞会特别有意思。我们工作室最早第一个在国外建成的项目，在奥地利和瑞士交界的一个小村子，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公交站，做了一个全木结构的一个公交站。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村里的人是反对的，不希望有这个外面的建筑师来这里做一个作品。后来这个做完之后，他们村子里人特别喜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文化是可以沟通的，就是大家在探索新的东西的时候，是可以在一种可以交流的这种平台之上。 Culture is a glue for a society. If I come to a place, I'm trying to really feel, first I want to feel the spirit of the space, and then secondly, what do people want from me? At Coachella, it is a community center. What I wanted to do is to really learn from a baobab tree in an African landscape and say, okay, it is a festival, it's a place of celebration, and I wanted the visitor to have an orientation, and a place to relax. I always respect the given culture. I'm trying to do whatever I can to touch people, move people, emotions.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我们几位嘉宾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全球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这个建筑师们来说，它会对你们未来的，比如说关于公共空间的设计带来一些改变吗？ The pandemic has shown us how important public spaces are. And I would even think further,
I think we should use the pandemic as like a kickoff, just to come with something. Human being has this potential, of innovating, and then a habit. And then we will get used to that. Then we will find way to support the cause. It is always an argument. I don't believe that. Let's use our creativity and fantasy. Fantasy, imaginations. 我曾经在杭州设计过6栋100多米高的高层住宅建筑，我要给每一户都有一个小院子。我希望这个人就是大家都恢复对于种植和园艺的那个兴趣。今天看来就像是关于新冠疫情的一个预言。因为每一户都可以在家里种菜，如果那个被关在家里的话，那个至少蔬菜是可以自己。就是 public space 到底是应该被消灭掉，还是应该被更多的鼓励？但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底层的社区的力量的建设，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呢，它变成拯救力量，变成人和人之间团结起来的一次机遇。所以通过这个，我们能不能深刻的反思，在近20-30年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就以卖单元户型为主体的这个住宅建设转型为生产 community，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好，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几位嘉宾都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下他们认为的理想的人居环境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也有一段接彩啊，看看年轻人们是怎么说的。就是要大呀，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天空的那种，晚上可以看星星。在家里面获得一种不光是身体上的一种自由，也包括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自由。Some sort of beautiful wooden house in the mountains, I guess. 僕は本が好きなので、そういった十分なものを置ける空間。東京なので安ければすごい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家族がみんなが一緒になれるようなそういうお家が憧れです。环保、便捷、舒适。简约啦，美观，然后还有一个明亮。智能、个性和舒适吧。阳光，有猫。Space, practicality, and well-being. Natural, sustainable. I would just say peace. This is my preferred. This is my choice. Why? It's beautiful. 我会更喜欢这个。I think I like this one the most. This one, it's really creative. 実際住むとなると、この家が一番快適に過ごせそうで。就会觉得它很亲近大自然。The rustic look of like the wood and like the feeling of it and like the sound and everything and just the colors, it's really appealing. 邻里邻居，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互相打招呼，有这种社区的一个氛围。I've traveled to Africa before, and some of the architecture that I've seen isn't as modern as this, but it's actually like the colors in that reflect the original, styles of architecture. Wow, you see, they all like your designs and architectures. How wonderful!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ir choice? Yeah, honestly, I have tears in the eyes if you can look really clearly.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love it, and then trying to do something for your people. I have done something, and to see young people really appreciating it is like for me what an honor. 王树先生也对年轻人们的喜爱做一个回应吧。选文村的人挺多的啊。其实挺感动。我记得10年前，曾经有一个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看到这个象山校园的建筑，他就放声痛哭啊！他说：“我努力的学习就是为了逃离农村，奔向城市。”结果我发现进到大学之后，这是一个大村子。其实你可以看到年轻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真是有点感动。太棒了。So Franci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an ideal human settlement? The ideal one is the Garden Eden. That should be a place where you like to go, where you like to stay, where you like to meet your relatives. It is a place where I go to regenerate myself. 佩尔说最好的人居环境是伊甸园，
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人居环境就是桃花源，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要你愿意，它随时可以出现，随处可以实现。我说一个更 simple 一点的，你的邻居让你的生活更美好。谢谢。我记得有一位这个学者说过啊，人类的景观就是我们的自传啊。其实建筑既关乎自然的景观，也是生活的景观和心灵的景观。它就像是一种语言啊，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曾经怎样生活啊。那么我们也要告诉未来我们曾经来过。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丰富这种语言，也需要相互的倾听对话，去创造新的语言和文化。